心灵暖流，鬼谷子的智慧，深交4种人，绝交3种人，人生智慧之道。人生如棋局，选择交往的伙伴，直接影响住我们的命运。在古代智者鬼谷子的教导下，我们将探索他的智慧，深入了解何谓深交和绝交。这不仅是一场关于人际关系的旅程，更是探索人生智慧的指南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深交4种人，鬼谷子的智慧告诉我们，聪明人知道应该如何选择深交的对象。这4种人更值得我们投入时间和情感。1. 坚定厚道的人，值得深交。鬼谷子曰：言中行仪，秉志无私，师不求反，情中而察，冒拙而安者可以深交。值得深交的人，首先在言行上保持一致，言出必行，言中行仪。他们的信守承诺，让人感受到他们的诚意和可靠性。此外，这些人对待友情不求回报，秉志无私。他们的付出是出自真心，而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而做。他们的真诚友情是无私的，是值得我们信赖和依赖的。这样的朋友在施惠于人时，往往不强求回报，施不求返。他们的善意和帮助是纯粹的，不带任何条件。这种真诚的付出让人感受到温暖和感动，让人愿意与之深交。同时，他们的情谊是深刻且敏感的，情中而察。他们能够体察身边人的情绪和需求，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支持和关怀。这样的情谊让人感受到无比的温馨和亲近。最后，鬼谷子提到冒拙而安，这是在告诉我们，外表并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的唯一标准。坚定厚道的人可能并不矫揉造作，但他们的内心是真诚和平静的，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灵魂伴侣。总之，鬼谷子的智慧教导我们，在选择深交的朋友时，应该看重他们的品德和内在价值，而不是只看外表或者暂时的利益。这样的友情将会伴随我们一生，带来无尽的温暖和支持。2. 积极进取的人，值得深交。鬼谷子曾说：事变能治笑，穷而能达，错身立功而能遂者可以深交。这句话体现了积极进取者的价值。这些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不会被击败，而是能够以智慧和毅力解决问题，取得成效。他们善于处理变局，能够有效地掌握局势，使事情往有利的方向发展。同时，积极进取者具有克服穷困的能力，能够在困境中找到突破口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他们对于困境并不气馁，而是会以坚定的信念和努力，达到他们的理想和愿景。鬼谷子所提到的错身立功而能遂，更是强调了积极进取者的决心和行动力。这些人不仅有高远的理想，更能够付诸实际的努力，不断努力奋进，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值得深交的积极进取者，不仅是他们的成功和成就，更是他们的品格和价值观。他们的勇气和毅力是我们所需的良友，能够给予我们启示和鼓励，推动我们不断向前。总之，鬼谷子告诉我们，与积极进取者深交，将能够在交往中获得积极的影响和启发，共同成长并携手迈向更大的成功。这样的友情将会在生活的旅程中陪伴我们，为我们的人生增添无限的精彩和动力。3. 品德高尚的人，值得深交。鬼谷子说：富贵恭俭能威严，有礼而不骄，曰有德者可以深交。这段话传递着对于品德高尚的重要性。
这些人在富贵之中能够保持谦虚和节俭，不因外在的变化而改变内心的操守。他们懂得如何用恭敬的态度对待他人，并保持着内在的威严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具备深厚的道德修养。这种道德品格成为了与之深交的重要依据。他们不仅在言行间展现出尊重和宽容，更是内心深处有着坚守的道德原则。这样的人拥有光辉的内在，能够给予我们正面的影响，使我们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受益匪浅。这种品德高尚的人也常常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他们的行为和做人方式启发住我们，让我们更加努力地追求内心的美善和高尚。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相信善良和道德的价值，并鼓励我们去成为更好的人。总之，鬼谷子所说的有德者可以深交，是对品德高尚人的肯定和推崇。与这样的人建立深厚的友情，不仅能够在生活中获得积极的影响，也能够在道德层面上得到提升。这样的交往将会成为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资产，让我们共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4. 会管理情绪的人，值得深交。鬼谷子曾说：隐约而不涉，安乐而不奢，勋劳而不变，喜怒而有度者可以深交。这段话充满了对于情绪管理的赏识和赞扬。能够隐约地表达情感，既不让情感过于激烈，也不让情感过于隐藏。这样的人在交往中能够保持内外的平衡，不会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友谊。同样的，他们能够在安乐中保持节制，不会因享乐而变得奢侈。这种节制的品质使他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更好地掌握人生的方向。而在面对勋劳和辛劳时，他们也能够坚守初心，不变其志。这种毅力和坚持是与之深交的重要基础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对待喜怒有度，能够掌握情绪的节奏，不被情感所左右。这种情绪的稳定性让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更为成熟和理智。这样的人对于友谊的维护和发展有着更好的能力，能够保持稳定的情感和态度，让友谊更加牢固。总之，鬼谷子告诉我们，会管理情绪的人是值得深交的。他们的情感稳定态度、理智对待生活，有着节制和坚持。这些品质使他们成为了真正值得信赖和深交的朋友。与这样的人建立友谊，不仅能够在情感上获得支持，也能够在成长和发展上获益匪浅。2. 绝交3种人。1. 言行不一的人，最好绝交。鬼谷子曾说：言行不类，终始相悖，外内不合，而立假节以感视听者，必须绝交。这段话教导我们要警觉那些言语与行动不一致的人。这样的人可能在表面上呈现出友好和正直然，而他们内在的价值观却不一致。他们的表现可能随着不同的情境而变化。这种虚伪的态度可能对人际关系造成损害，也会影响自身的真实性。鬼谷子进一步指出，这些人可能会装扮成某种形象，以迎合他人的期望，却在内心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。他强调，这样的人无法真实的连结与人交往，因为他们不愿意展现真实的自我。因此，选择绝交这些言行不一的人，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，也是维护真实关系的方式。远离这种虚伪性质的人，能够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追求真诚和正直的价值观，同时建立起真实而深刻的人际关系。总之，鬼谷子的箴言呼吁我们要避免与言行不一的人交往，并坚持选择真诚和一致的人际关系。这是保护内心纯真和自我真实的方式，也是追求智慧和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。2. 唯利是图的人，最好绝交。鬼谷子说：若饮食以亲，
或禄以交，损利以和，得其全欲而隐于物者，必须绝交。这段话提醒我们，与那些只追求个人利益，以财富、地位或权力为导向的人保持距离。这样的人可能会在人际关系中利用对方，寻求短暂的利益，而忽视了真正的情感和深度。他们可能将友情和合作视为交换，以获取自己所需的东西。鬼谷子进一步指出，这样的人可能会在交往中以饮食、赠送礼物或其他方式来换取个人的利益，他们的动机往往不纯粹。他们可能会寻求表面上的合作，却在内心里隐藏着对自己利益的强烈追求。因此，我们需要警惕并避免与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建立深入的关系。选择绝交这样的人，不仅是对自己价值观的坚持，也是保护自己免受利益交换的损害。我们应该追求真正的情感连结，寻找那些重视共同利益、真诚交往的人，这样才能建立稳固和有价值的人际关系。总之，鬼谷子的箴言提醒我们要远离那些只关注个人利益的人，保持真实和纯净的人际交往，这是保护自己免受利益交换伤害的方式，同时也是追求真诚和深刻关系的重要步骤。3. 贪小便宜的人最好绝交。鬼谷子曾说，小知而不大解，小能不大成，归小物而不知大伦者，必须绝交。这段话提醒我们，那些只关心眼前小利，而忽略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层次的理解，可能会在长远的人际关系中造成困扰。这样的人可能只注眼于眼前的小利益，而忽略了对待他人的真诚和尊重。他们可能在细枝末节上计较，却无法看到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。鬼谷子强调，这样的人或许只具备表面的知识和能力，却缺乏更深刻的理解和成就。他们可能对于大局和大道的理解有所欠缺，只专注于小事小利，这可能导致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狭隘和不成熟的一面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远离这种贪小便宜的人，以免被他们的狭隘观点和表面追求所困扰。我们应该追求那些有更深厚理解和视野的人，他们能够看到事物的更大面向，对待人际关系更加真诚和包容。总之，鬼谷子的箴言提醒我们要远离那些只追求小利、缺乏深刻理解的人。这样的人可能会在人际关系中带来困扰。我们应该寻求那些具有广阔视野和高尚品德的人，这样才能建立真正有价值的人际关系。在鬼谷子的智慧中，我们找到了对人际关系的指引。深交正直积极、品德高尚、情绪管理得当的人，能够带给我们正向的影响，而绝交虚伪、唯利是图、贪小便宜的人，则是保护自己幸福的方法。我们应学习鬼谷子的智慧，以智慧的眼光，选择我们的朋友，引领我们的人生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